它还是蛮立体和丰富的。它除了有爱情片以外，它的事业片也是我觉得非常完整的，识时务、接地气这样的一个企业者。实验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男性，了解他过后，或者说就跟他认识了过后，从一个成熟男人的角度去看待一些问题啊，面对处理一些问题的态度和方向会不一样一些。所以向实验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更像男人的男人。首先是让自己稳下来嘛，但其实我的角色里面大部分都是年龄感会比我本人大一些的角色。第一次遇到现代系的角色年龄比我大吧，可能古装上更好诠释一些，通过一些大古装啊，和通过一些这种古装氛围会那个年龄感会好拔一些。那到现代系的话，其实相对会难一些，因为要更加的生活和更加的自然。当然我觉得实验的衣服还是给了我很大帮助的，比较讲究的商务人士，每天穿着西装，然后打领带，戴手表，就他这种比较讲究的穿搭，其实是给了我一些心理建设的。实验的一些行为举止啊、动作啊，都会偏慢一些，就是偏稳一些，就是尽量让这个人从外化上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沉稳干练的一个状态。角色本身它是已经在那儿的了，只要你自己去体验它，然后去呈现剧本，然后去呈现编剧所赋予这个角色的这些特质，你就能慢慢的在这个过程中能体验到这个角色的特点，以及它的这个沉稳感、成熟感这样。从我最早我在看到剧本的时候，我去认识的实验的时候，我的理解是，其实实验这个人他应该是很快的，他是一个哒的一个人，就是雷厉风行。因为你想他是一个公司老板，他又是一个就是日理万机，啥事都要亲力亲为的一个人，所以在我的理解里面，他是一个节奏偏快，然后雷厉风行的这样一个人。但是后来实际上去呈现的时候，发现就是如果太快了的话，会显得这个角色它不够的沉稳，不够的成熟，年龄感就会往下走。我后来就做了一个划分，其实有时候在工作的时候还是一个比较偏雷厉风行一些、偏快一些的，就是我跟职场的伙伴们对话去做事儿的时候都是一个快节奏的。但是当他遇到事儿、遇到这一些需要思考的时候，和他在女生面前的时候，他反而就是会慢下来、稳下来，以及他自己思考的时候能把他的这个心思啊、心路历程啊去表达得更明确一些。在实验的这个所谓的快慢节奏里面，其实是有做一些这样的划分和处理的。对，我觉得实验这个角色的就是他还是蛮立体和丰富的。他除了有爱情片以外，他的事业片也是我觉得非常完整的。包括他在自己的公司里面，因为有两个是和他父亲一辈的两个叔叔嘛，会议室的拍摄过程中感受会比较深，就是每天和两个叔叔斗智斗勇，然后也要去说服叔叔们，就是去说服老一辈的思想观念，然后要去稳固自己的合作伙伴。其实他是一个承接了这个新老力量的一个人，因为在戏里面实验他们一直研发的是国产芯片，是一个爱国、社会责任感、识时务、接地气这样的一个企业者，有自己的目标，有自己的梦想，并且去付出努力去实现它。当然我觉得剧组会给你搭建一个这个世界，演员的妆发服以及现场的环境道具这些，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让演员去更加相信这些事情。实验的衣服其实色彩不会太丰富，会比较就是偏暗色系一点，色系上其实也是一个表达人物性格的一个呈现方式，还有一个比较沉稳，然后每天是在职场工作，然后会有很多商务谈判呀，会有很多这种会议啊，就像这样的一个人，穿搭上其实不会太潮流，不会太街头，不会太像我的穿搭一样。实验的那种穿搭其实都是很符合角色和他自己这个人的，因为我觉得实验不能带那种太偏潮流感的，或者说镜片太大的那种，我觉得反而是要带一些比较复古一点的、斯文一点的，会更加的符合角色一些。因为眼镜对这个角色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。
一共也就那么几种吧，就是边上拖、中间拖、右边拖、手背拖。其实我在演的时候有一种担心，就是怕后期的成片很多很频繁的推眼镜这个动作。然后后来其实有时候在克制自己少推一点眼镜，因为有时候确实它是一个能够帮助到表演，能够把角色的一些内心的一些潜台词啊，内心的那种微妙的小情绪啊，通过一个这样的动作去呈现出来，就怕这个呈现的太多了过后，成为一个就是太频繁的事情，反而会审美疲劳。所以后来有时候在克制，把它用在一些比较重点的点上。爱情，爱情，爱情，事业，事业，事业，成熟，成熟，成熟，沉稳，沉稳，沉稳，商务人士，商务人士，商务人士，穿西装，穿西装，穿西装，打领带，打领带，打领带，戴手表，戴手表，戴手表，雷厉风行，雷厉风行，雷厉风行，日理万机，日理万机，日理万机，企业家，企业家，企业家，识物，识物，识物，接地气，接地气，接地气。高端的猎手往往以猎物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，可能在道明寺身上那个更多的是那种青春啊、青涩呀，实验看到的更多的可能就是成长沉稳。我在每个年龄阶段去饰演的这个角色，都肯定是更贴合当下的。现在的状态就是很融入角色，很融入这个故事里面了。到现场演戏其实是非常顺畅和非常轻松的一个氛围了，感觉状态会比较好。然后对于角色的台词啊、情绪表达呀，以及和对手的配合什么的，我觉得现在都挺上道的。我觉得有个大前提就是实验他是一个很 nice 的人，他无论对谁他都是非常有礼貌、彬彬有礼的。那对秦时月的话，他相对就会非常严格一些，是他自己的外甥女嘛，他也不希望他的外甥女成为一个就是说游手好闲的人，会比较严厉，会比较凶一些。对他的父亲啊，然后家里面长辈啊，也是那种非常孝顺、非常听话，同时会有自己的想法。实验是一个非常能和家里面长辈做好沟通的一个这样的角色。然后还有一些他身边的兄弟们，可能在兄弟面前他会更加放松一些，就主要是关机面前他可能会放松一些，会把一些自己脆弱柔弱的一面展现在就是兄弟们面前，可能展露在关机的面前会比较多一些。
像玉游啊、这个易阳啊这些，在剧情设定里面会带攻击性对这两个人一点，尤其是前期的玉游和后期的易阳。对老范、我司机、对陈胜，我觉得相对来说会比较职业一些。变化最大的应该是郑书意吧，看似是女生在撩男生啊，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实验，他就是一个将计就计，高端的猎手往往以猎物出现的这样一个状态。前期实验在郑书意面前会严谨一些、稳重一些，但后期两个人确认关系了过后，其实相对演的就会比较放松，紧绷感到一个放松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吧。猎手，猎手，猎手，猎物，猎物，猎物，前提，前提，前提，有礼貌，有礼貌，有礼貌，彬彬，有礼，彬彬，有礼，彬彬，有礼，有手，好闲，有手，好闲，有手好闲，分为感，分为感，分为感。其实有看一些电影，去观摩学习了一下他们身上的这种气质。看过，反正各种氛围我看蛮酷的，就和大家写的这个风格可能偏差的蛮多的。但是我非常想去尝试的就是大家片花里面剪的那种风格的电影，去演一些就是这种比较酷的黑道的呀、警匪的呀，这种也是我比较向往的一个风格。但是以爱为营不是啊，就那个剪辑的就感觉下一秒实验就要掏出一把枪了，就那种。这道明寺没有那种比较什么现实的烦恼啊、物质的烦恼啊，这种可能更偏大男孩一点。但实验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男人。我觉得每个年龄阶段就肯定都不一样，就那可能24肯定那个是我18、9岁那会儿的我呈现出来的角色，那肯定那会儿更贴那会儿的我。这个人总是要成长的嘛，就是无论在哪个阶段都要往就是更成熟的阶段迈嘛。所以我在每个年龄阶段去饰演的这个角色，都肯定是更贴合当下的。我有看，而且是有点，就是因为那都是我演的角色嘛，所以其实说白了，2张照片都是我本人。我自己的这个也长大了不少，比如说这些年的工作啊，这些年的经历赋予我的一个成长，然后在那个照片里面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体现和感受。其实我自己看完了过后也挺有感慨的吧。可能在道明寺身上那个照片里面看到更多的是那种青春啊、青涩呀，就比较有活力的这样的感觉。实验的照片上看到的更多的可能就是成长沉稳，然后会有这种年龄感的变化在里面啊。其实自己看完自己还蛮有感慨的。